係各位網友，就係呢一個普京去咗中國，未試過逗留咁耐嘅，由上合組織會議去到呢一個閱兵，咁就係當然係同中國傾咗好多嘢啦。咁我就密切注意住佢翻咗去俄國之後，俄軍嘅攻勢係點？如果俄軍嘅攻勢係繼續好劇烈嘅話呢，更加猛烈嘅話呢，就即係佢攞到習近平嘅更多支持，保證中國喺美國嘅壓力之下不會動搖。於是佢就更加出力去希望盡快打贏呢場仗。咁究竟 Donald Trump 會點樣反應啊？我係密切注視嘅。Donald Trump 究竟會唔會下殺手去制裁啊？如果下殺手去制裁，有幾大影響呢？嗱，呢度呢，我擺咗個數學模型嚟到計算出嚟嘅，我作出一個估計出嚟嘅。呢個係如果行晒呢啲措施，對俄國嘅經濟造成幾大嘅壓力。俄羅斯當地時間7號對烏克蘭發動2022年全面入侵以來最大規模嘅空襲，證明佢得到習近平嘅支持。攻擊手段805架無人機805架無人機，9個伊斯坎德 K 巡航導彈，4枚彈道導彈。烏方嘅話攔截咗747架無人機同4枚巡航導彈。佢嘅巡航導彈啊，呢啲導彈係越打越少，而且咧，我覺得佢冇咁準確。但係啲無人機咧就係可以好準確嘅。咁嘅海量嘅無人機咧，嗰個攔截係全世界國防嘅一個重大問題。首次擊中基輔市中心嘅政府大廈、內閣大廈屋頂同高層受損，打中 cabinet 呢個總理辦公室，至少3個人死亡，一個媽媽同個 BB， 一個老婦，18個人受傷，包括孕婦，幾十棟建築物起火。嗱，呢個呢就係呢啲咁嘅傷亡呢，就係無日無之。好多座城市遭到襲擊，基輔、奧德薩、哈爾科夫、第聶伯、扎波羅熱、克里維里克、呢個克連緬丘格，民宅、基礎設施、交通設施嚴重損毀，出現停電同火災。嗱，而家呢啲咁樣嘅基礎設施嘅破壞呢，係烏克蘭最難捱嘅。烏克蘭最難捱嘅。你睇下呢個就政府總部大樓啦，擊中咗，都唔係好傷嘅啫，呢個真係唔係好傷，可以整翻喎呢個。所以咧，呢啲大廈打真係唔係咁好打嘅，鋼筋英泥大廈真係唔係咁好打㗎。呢個政府大樓喺呢度政府大樓喺呢度呢個係呢個已經係成個呢一個係政府範圍，總統官邸喺呢度，爭少少嘅啫，呢個就係。好啦，而家打仗其實進度好少，主要係喺呢度有啲仗打緊，呢度有啲仗打緊，前線分別唔大嘅。即係你去到要進攻，人哋用呢個無人機防守呢係容易好多嘅，無人機防守係好難進攻嘅。澤連斯基5號接受 ABC 訪問，喺7號播出。佢談及美俄領袖喺阿拉斯加會談嗰陣時表示，好遺憾烏克蘭冇參加。我認為咧 Donald Trump 俾咗普京想要嘅，普京就係想見到 Donald Trump 美國總統，表示佢外交上冇受孤立，於是人哋咁支援佢。好遺憾普京得逞。烏克蘭對俄方7號空襲嘅反應，澤連斯基認為係蓄意犯罪，延長戰爭，呼籲國際社會強力回應。然後佢係同馬克龍協調，馬克龍係最鷹派嗰個嚟㗎，喺歐盟國家入邊係第一鷹派嘅，即係除咗波蘭之外。好啦，烏克蘭總理話政府大樓第一次被擊破，建築可以重建，生命無法挽回，呼籲加強對俄羅斯石油同天然氣嘅制裁。基輔市長
譴責俄方攻擊平民住宅，證實嬰兒、年輕女人及老婦遇害。但係咁樣打法呢，打咗3年幾呢，烏克蘭平民嘅死傷啊，係少過加沙嘅平民嘅死傷啊！加沙嘅平民死傷去到85%，呢個咁樣嘅平民嘅 casualty 呢，我哋係未聽過嘅。點解？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呢次回應強硬，因為咧你逼到佢冇辦法唔強硬嘅。7號公開宣布準備進入第2階段制裁啊！佢會進行第2階段嘅制裁，咁我又要睇佢係咁以制裁高高舉起，低輕輕放下，還是真係入肉嘅制裁呢？雖然未具體列出內容，但明確方向係加大對俄羅斯能源收入同戰爭資金鏈嘅壓制。其實咧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加強賣武器俾烏克蘭咯，等烏克蘭有進攻型嘅武器咯。財政部長貝森特透露，正在同歐盟研議對俄羅斯石油嘅買俄羅斯石油國家實施2級制裁，包括中國同印度。敢唔敢制裁中國？呢個係問題。美國參議員呢個 Lindsey Graham 提出2025制裁俄羅斯法案 Sanctioning Russia Act。如果立法通過呢，總統有權對俄羅斯進行邊個同俄羅斯買能源，可以加到500% 關稅，同埋擴大對俄羅斯債務同金融嘅管制。呢個就係呢個法案。呢個法案一定過嘅，我話俾大家聽，呢個就係呢個法案係2黨支持嘅。美國眾議院版本由州代表呢個人發起，而家89個協同，係44個共和黨、45個民主黨，一定過嘅，拎出嚟冇人敢唔過嘅。參議院版本，犀利咯，81個人共同提案，參議院100人啫嘛，81個。總統否決都冇用，眾議院都一定過。我話俾你聽，兩會一定過。當俄羅斯政府拒絕同烏克蘭進行善意嘅和平談判，或者違反任何和平協議，或者發動新一輪嘅入侵，或者企圖推翻或侵蝕烏克蘭政府，就觸發法案，可以啟動制裁同懲罰。第一，可以對個人同埋軍隊指令實體制裁，對啲實體制裁，簽證取消、資產凍結、金融市場清算系統限制，唔准停止交易，禁止買佢嗰啲債券，封鎖佢嘅金融服務包括 SWIFT。能源同投資禁令，禁止出口能源，禁止能源投資。鈾同核能，美國自己買緊鈾嘅同俄羅斯禁止入口，凍結有關企業嘅資產，500% 關稅。呢個係針對俄羅斯及其貿易夥伴中國、印度呢個 CATSA 擴展制裁，補充對既有俄羅斯嘅制裁架構，執行同例外條款，授權總統行動，但係人道同國安理由呢係可以買嘅，即係有都可以買嘅。好啦 ，Donald Trump 係發表過幾多對俄羅斯嘅警告呢？2025年8月22號，到期啦14日，即係36號，即係呢一個5號到期。2個禮拜內，佢會知道係唔係可能喺結束俄烏衝突取得成效。如果唔係，佢就可能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或者唔制裁。佢話呢2個禮拜內佢就會決定點做。而家佢一定會制裁啦。問題點樣制裁？佢7月曾經威脅對購買俄羅斯石油國家實施100% 關稅2級制裁，50日內限佢停火。結果50日內冇停火，俄羅斯就約咗佢阿拉斯加見面。7月9號一度暫停對烏克蘭嘅軍援，後來反悔，並且協調提供愛國者防空導彈防空系統，但係前提條件包括制裁措施有實效性佢而家係賣武器佢已經冇俾錢，佢係賣緊武器，歐盟俾錢。5月表態，如果俄羅斯唔同意停火實施制裁，
呢個又係講咗好多次呢個人。好啦，美國已經實際制裁進口俄油嘅國家印度，其實唯一制裁咗嘅就係印度。Donald Trump 8月6號對印度商品加徵25% 關稅，而家變咗50%。理由係新德里持續進口俄羅斯石油，呢個其實係美國同印度嗰個貿易談判陷入咗僵局之後，佢加印度25% 關稅，其實係繼續對莫迪施壓，要莫迪跪低。但係結果莫迪呢，印度都係大國嚟㗎嘛，你話點就點，我咪好冇面。佢走咗去中國，美印關係呢一個係急劇，呢個叫升溫，即係個衝突升溫應該係。新關稅喺8月7號後21日，即係8月28號生效。部分印度出口嘅產品關稅增加到50%，呢個係美國對任何貿易夥伴徵收嘅最高關稅之一，3個國家嘅啫，就係印度、中國同埋巴西，呢3個國家去到50% 嘅境界。印度係好大鑊嘅，佢嘅國際收支立即陷入嚴重嘅赤字㗎嚇。呢個 Donald Trump 嘅行政命令冇提及同樣進口俄羅斯油嘅中國喎，但係佢隨後表示可能會對中國商品加徵類似嘅關稅，可能會發生。我哋唔能夠話俾你聽，我哋已經對印度動手，接落嚟仲有幾個國家，其中有一個就係中國，我就等緊呢樣嘢。佢一加中國關稅，佢夠膽加中國關稅，中國一定加翻佢關稅。於是中美嘅貿易又再停頓嚇，喺50% 入邊再加25%，又係接近冇得做。印度外交部回應呢件事不幸，好多個國家同出於本國利益都買緊俄羅斯石油，印度會採取一切措施保護國家利益。佢話買油係因為市場因素平啊嘛，14億人嘅能源需求。佢話歐洲夠買油咯，土耳其又夠買油咯，你夠同佢買嗰個鈾235咯，咁啊點呢？呢個係歐盟同英國咧就唔係嘅，佢哋就整咗新一輪嘅制裁啊，禁止列明嘅船舶，你隻船如果運過嗰啲黑油呢，就唔准你入港口使用服務，要求對經過歐洲水域嗰時咧要出示足額嘅保險。如果你冇買足額嘅保險呢，唔准你經過歐洲嘅水域。對不合規挑戰登臨或列入制裁名單，可以去登臨喎，上你嘅船喎，搜你喎，或列入制裁名單。歐盟2024-2025多輪制裁已經點名拉黑大批嘅影子船隊，引入動態油價上限、更嚴格嘅運補服務限制。嗱，3樣嘢嚇。第一，你隻船，我懷疑你呢一個係運呢啲幫俄羅斯運油呢，我就制裁你啲船。咁你哋入唔到歐洲港口，過歐洲嘅水域呢，都要問你個保費有冇買足。動態油價上限，即係隨時可以降落嚟嘅。以前呢就定咗60蚊，而家定47個半嚇，壓落嚟。更嚴格嘅運補服務限制，任何經過都要睇你嘅保單。動態油價原本係每桶60蚊，下調到47.6嚇。2025年9月3號開始生效咗，壓低個油價。新制度每6個月調整一次，過去22週嘅平均價錢成0.85，即係過去22個禮拜個油價嘅平均價錢。如果個油價跌呢，嗰個價錢就跌。好啦，影子船隊制裁呢，列咗105艘油輪列入制裁清單嚇，而家總共444艘被點名封鎖，話得好多。呢啲油輪好大鑊喎，一架幾十萬噸可以20萬噸。如果入唔到歐洲港口，隻船變得廢咗。強制要求進入歐洲港口嘅船舶出現合法保險證明，呢個再保又再保。增大制裁及涉及運輸俄油嘅第三方公司，邊個幫俄羅斯運油嘅第三方公司？
船長、註冊國、中介公司全部懲罰嗰個船長。邊個國家註冊？譬如你巴拿馬咁樣啊，邊個係做 agent 幫你租出去嘅隻船？嚴格封鎖轉運洗白路線，禁輸任何以鵝油為原料喺第三國煉成嘅成品油。嗱，呢個就係點呢？印度就買咗好多油，然後咧就煉咗，咁就洗白咗，變咗係印度嘅油，就賣俾歐盟咧就賺錢嘅。呢個唔準做。能源同基礎設施嘅金融封鎖更加多同俄油相關嘅金融機構，新增22間俄羅斯銀行、2間中國銀行，因為幫俄油結算嚇。對呢個北溪1號同2號天然管道全面都炸咗啦，呢個拒絕提供運輸保險、再保融資、資訊科技一切服務嚇。涉及制裁能源活動嘅對象，乜嘢都唔幫你做。咁其實咧，嗰個人運得黑油咧，佢就要預一隻船咧，就係個價值幾水內咧就揾到翻嚟先值得嘅。呢個係因為咧隻船嘅價值冇咗，再賣嗰啲船咧都有麻煩嘅。根據能源與潔淨空氣資訊估計，2023年7月，如果油價上限調整到每桶30蚊呢，喺2022年12月到2025年7月期間，呢個係呢段期間，如果將嗰個油價個高峰嗰個限價降到30蚊，美國由石油出口嘅收入呢就會減少1500億歐元，其中完整執行50至60上限呢就減少400億。咁即係1900億，呢個由2022年啦，過去嗰3年嚇，你而家如果嚴格遵守嘅話咧，都係會令佢唔見1000幾億嘅。呢個就係俄國，你睇見嗰個收入咧，初戰打仗嗰時咧，佢發大達嘅，反而收多錢嘅。而家咧不停喺度下跌。嗱，啲嘢賣俾邊個咧？煤係賣俾中國嘅，賣俾印度嘅。嗱，一個好重要嘅土耳其啊、南韓啊、台灣都有喎。呢個原油賣俾中國、印度、土耳其、EU 有啲國家靠佢喎。LNG 係賣俾 EU、中國、日本、南韓。煉咗嘅油，土耳其買得多，然後中國、巴西、印度、新加坡、沙地阿拉伯咁樣。但呢個油嘅波特嘅出口啊，因為嗰啲煉油設施俾烏克蘭呢個打擊咧減少咗好多。管道天然氣主要係去 EU 啦，中國有條線落去咧，土耳其咧，呢個就係好啦。邊個買俄羅斯嘅油？呢個第一就係中國呢個就煤 LNG pipe gas， 呢個就係 oil product 同埋原油，呢個就係中國咁多，印度咁多，土耳其好重要嚇，仲未制裁土耳其嚇 EU 有啲咧，沙地阿拉伯同佢買嘅係油嘅產品嚇，沙地阿拉伯嘅煉油能力唔夠。好啦，我哋擺呢個制裁落去數學模型度，我哋整呢個數學模型嚟度下嚇。假設美國升級對俄國制裁會點樣影響俄國經濟呢？方法論用3段式情景分析，根據公開可驗證數據同埋假設。基線2025年7月，俄國每日嘅能源出口價值係5億8500萬歐羅一日，5億歐羅一日。呢條數會加多減少幾多？有乜嘢政策配合啊？2級制裁、封殺呢一個支付同埋結算。2級制裁即係對佢入口嘅國家加關稅同埋封殺俾錢系統。黑船執法、保險、港口封鎖。油價上限將65蚊降到47個半。
咁樣做法呢，可以有保守、有中性、有強力。究竟損失幾多錢？日損失、年損失，對聯邦財政 GDP 影響嘅百分比。基線係點呢？其實呢，海運原油呢，俄羅斯出口呢係1億9200萬，呢個係最大嘅。管道原油7500萬，好多係去中國嘅，你吹佢唔漲嘅。管道原油好難吹得漲。海運嘅成品油煉出嚟嘅天然氣唔係好多錢喎，管道天然氣、煤炭總計5億8500萬歐羅一日。嗱，附住當時烏拉山嘅油價係65蚊一桶，G7全隊參與度原油係42%，成品75%。G7 嘅全隊繼續幫佢運緊，運原油嘅42%，成品75%，整體55%。EU 敢唔敢運？好啦，黑船點樣執法？強制性保險查明，列明制裁嘅船舶，唔準佢靠港。船舶交易通報，唔準佢賣嗰啲船賣唔到出嚟，可以使到海運出口量嚴格咁限制黑船呢跌2至10%。非 G7 交易價格要風險節約，即係當你做出咁嚴厲嘅管制，嗰個爺去做呢啲黑油運輸嗰時，佢就會要求一個日價，於是俄羅斯賣油嘅價錢就平咗，平3至6蚊一桶嚇。二級制裁直接列管參與俄元結算嘅中印、海灣、中亞金融機構，封鎖美元結算功能，升級到完全資產凍結，拉高非 G7 金融參與風險，逼佢使用翻 G7， 呢個就係、即係咧佢制裁呢啲咁嘅嘢咧，就令到佢哋唔可以呢個唔敢做，於是要翻去 G7， 雖然 G7 俾嘅價錢係平啲。油價上限啟動47.6，引入動態下調不停跌倒洗白路線，唔可以經過第三國，好似印度咁樣煉完油賣翻去歐美。G7 服務鏈價格可以下降，呢個跌26.9%。呢個如果由65蚊跌落47個幾咧，服務鏈嘅價錢可以下壓26.9%。三種情況嘅損失係幾多錢損失呢？呢個就係呢一個係幾多錢一日？呢個就係最保守估計就係呢個呢個保守呢個就係歐羅820萬一日中性係2000萬，強力係3300萬，佔聯邦政府嘅支出8.4到4.8， 8.3、11、10爭咗100幾億，100億幾一日，佔佢嘅 GDP 嘅0.28、0.69至0.92、114至152。個 GDP 可以，如果最強最弱嘅就可以減0.28，最犀利嘅可以令佢 GDP 下跌1.12。相對於個基線嚟講，呢個就係損失15.9%。換算匯率歐羅對美元係117GDP 估計俄羅斯名目 GDP 2萬億美金。財政傳遞假設35至50% 嘅油氣稅落袋，呢個對聯邦財政嘅幫助，2週即時影響大概係少咗0.78呢個 billion。好啦，原油價錢係幾多呢？我哋大家睇下嚇。呢個未曾爆發之前呢個原油咧喺呢度嘅2021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平。咁到2022年咧未曾開打之前呢個油價喺呢度，呢個大概咧係66蚊度。一開戰之後咧，呢個時候咧個油價飆咗上去，然後咧陸續企得好穩，而家咧翻落嚟去到呢個價錢，去翻呢度，呢個就係好啦。咁我估呢個Donald Trump 會唔會打擊呢一個敢唔敢抽中國關稅呢？咁我覺得可能抽一啲嘅，可能抽10至20%嘅，就睇下佢係咪真係履行。而且
最重要嘅，我覺得係要賣多啲武器俾烏克蘭，準烏克蘭打擊俄羅斯境內嘅目標先得。好啦，嗱呢隻嘢賣完嘅為止好緊急噶啦，呢個就係呢個價錢，梗係冇錢賺啦，1880蚊，4個月470每粒係400 mg， 有白藜蘆醇同埋 TMG， 係王牌嚟嘅 Rolls Royce。呢手貨賣完咧冇得賣噶啦，呢個價錢我就賣埋啲尾貨佢，咁就到聖誕節就有隻新嘅產品出，就係 MNN 再進一步改良個配方，呢個就係咁，但係你要食到嗰一隻喎，呢個就係好啦。嗱呢一隻我建議大家買嘅就幫助你瞓覺嘅主要就係冠葉連翹呢一個酸櫻桃洋甘菊香蜂草，佢係提升你體內嘅褪黑激素嘅。褪黑激素就係可以由呢個血清素經酵母化成褪黑激素，愛嚟調節你嘅日頭夜晚，係人類天然嘅一種產品，係最黃道嘅安眠藥，可以調節時差，非常安全，而且強化免疫功能。我成日都食嘅褪黑激素，延緩老化，預防阿茲麥症，抗癌，中和致癌物體，改善膽固醇、骨質疏鬆，增強性慾。咦，我需要喎！改善更年期，我唔係更年期，老年男性荷爾蒙下降嘅問題。我啲男性荷爾蒙下降得好犀利，就係俾啲女人對老年男性嘅性生活有助益喎，好平，190蚊30粒好嘛？係個網友呢個中秋節就嚟到，呢次呢，我係嚴令蕭太全台灣去刮最有特色嘅手信，你哋真係要睇下。係非常有心機，香港做唔到嘅呢啲嘢呢個就係首先就呢個全木盒嘅2層嘅仲有個蓋，呢個呢就叫做霧月4味木製雙層禮盒，咁佢上層呢就有乜嘢呢？就有經典原味嘅蛋黃酥，呢一個倍香烏龍蛋黃酥、肇慶醉月蛋黃酥、吉香霧月蛋黃酥，我係偷食過，係好食嘅。我話俾你聽，嗰啲鹹蛋黃呢就好靚，哇！真係有酒味，肇慶酒嗰個有酒味。下層係乜嘢呢？就係赤春蘋果酥、元冬伯爵酥、情味最貴重、黑胡椒小杏仁嘅小餅，夾埋晒成個質感，呢個就係好大個盒啦，2層啦，就係呢啲餅呢就好食嘅。咁呢個就係第一樣，咁就係3550蚊即係800蚊度，呢個係好，你攞俾人真係好名貴。好啦，第二樣啦，就係呢個啦，呢個大和3月嘅9宮格洋果子禮盒，呢個就係日本味好濃嘅嘢，呢個就係金白蛋黃酥、原味曲奇、黑騎士可可曲奇、宇治抹茶曲奇、綜合莓果曲奇、千層黑蝴蝶酥同玄米茶，係獻上9宮格嘅精緻心意，全部係有金箔蛋黃酥、手工曲奇、千層蝴蝶酥、日式玄米茶。金箔蛋黃酥呢，係用日本入口嘅可以食用嘅金箔點綴嘅，配搭綿密嘅萬丹紅豆餡同4重雞鹹蛋黃，千層酥皮酥金黃，演繹奢華同埋傳統嘅極致。呢個就係呢一隻我未見過咁嘅嘢嘅海鮮瓷磚餅5片，係乜嘢嘅呢？嗱，呢個嘢呢，我都未食過啊！係獲選113年台南好麗嘅海鮮瓷磚餅，嗰個蝦味呢，係用台灣本地嘅無毒白蝦，將成個蝦壓咗落嗰個餅度。我未食過咁嘅嘢，咁特別嘅嘢嘅食落去呢，個蝦味係好強烈嘅。呢個係完整將嗰個鮮蝦釀入個蝦餅度，台灣獨一無二。
香烏原子味呢，就係呢款入邊最珍貴嘅限量口味。呢款蝦餅融入咗米香同烏魚子嘅獨特風味，米香嘅淡雅同烏魚子嘅鹹香咧完整結合，有唔同嘅口感嘅。好啦，咁呢個呢，就蕭太叫我特別介紹啊，再三介紹，好抵好抵。阿嫲珍藏呢個御璽珍藏禮盒啊，因為佢1680蚊啫。大家睇見連埋個盒咁大盒，係2層嘅，係有烏豆沙蛋黃酥9粒、鳳凰酥5粒、原味豆塔5粒。產品特色係精選呢個車城紅仁鹹蛋黃，減糖嘅，唔係咁甜嘅。烏豆沙內餡，少油，美味不打折扣。呢個係咧非常抵嘅，1680蚊啫。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到日出嘅產品啦。嗱，呢一個咧就叫做日出鮮得月禮盒，係好靚嘅個盒係。棗泥蛋黃酥套裝係土鳳凰酥6粒，綠豆餅4粒，棗黃蛋黃酥6粒，好靚呢個，1980蚊台幣，呢個就係跟住落嚟呢一個啦，呢啲咧係假嘅，呢啲因為大部分俾我食晒，呢個剩翻少少喺出邊。我好中意呢個裕福牛肉乾隨手包，因為佢一包包啊，細細包啊，咁你咧就好乾淨，每次食一包，就有辣味啦、胡椒啦、五香牛肉乾啦、豬肉絲啦，各5包，總共20包。嗰陣時咧攞住個袋，呢個就係來自澳洲特約嘅牧場牛肉同台灣豬喎，配上自然健康嘅新香料呢個兼顧健康嘅。咁好啦，聖保羅啦，呢個聖保羅唔使講啦，聖保羅我哋買咗好耐噶啦。雲霧茶酥煙葱卷禮盒，係入邊有乜嘢啊？茶酥3個，呢個煙通卷咁樣捲埋嘅6個，豆塔4個，仲有呢一隻好名貴包裝嘅好靚嘅茶葉係攞獎嘅，台灣4季禮讚茶葉禮盒4種。非常漂亮，阿里山烏龍1個，阿里山金萱1個，凍頂烏龍1個，東方美人1個，4款經典嘅台灣茶，設計雅致，包裝有雅致嘅包裝，堅持茶葉嘅品質，榮獲日本2018年世界綠茶大賽最高金獎。好啦，咁呢一個就係佢呢個2盒。呢個茶葉加呢個微熱山丘嘅蘋果酥，呢個2盒茶葉，你覺得唔需要咁多茶葉，就配微熱山丘6粒呢個蘋果酥。蘋果酥係好好味道嘅，蘋果酥係加埋阿里山烏龍1個，阿里山金萱1個，1780蚊台幣呢個。